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你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小陈提着行李站在校门口，抬头望着眼前这座陈旧的校园，破旧的校牌上几个剥落的字隐约显现着学校的名字，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，大门两侧的榕树枝叶茂密，几乎将整个校门笼罩在阴影中，阳光只能透过缝隙洒下稀疏的光点，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似乎在低声细语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就是这里了，小陈自言自语，心里有些忐忑。这是他转学的新学校，位于高雄大寮，偏僻的让他一时找不到手机信号。刚踏进校门，他就注意到了一些异样。操场上的学生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，低声交谈，目光时不时地扫向教学楼的方向，像是在避讳什么。几名路过的高年级学生也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他，仿佛在看一个毫不知情的外来者。新生吧？一个看起来热心的学长走过来，帮他提起行李。欢迎来到这里，不过晚上别乱跑啊，特别是别去那栋旧教学楼。学长指了指远处一栋破败的建筑，语气听起来像是玩笑，却让小陈心头一紧。为什么？小陈好奇地问。学长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你待久了就知道了。说完，他拍了拍小陈的肩膀，转身离开。入学第一天的下午，学校为新生举办了接待会，礼堂昏暗的灯光让气氛显得有些压抑。校长是一位年过60的老人，讲话时声音低沉而缓慢。他在欢迎词中提到学校悠久的历史。我们学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，这片土地承载着许多故事，也许有些你们未来会慢慢了解。小陈注意到这句话引起了礼堂里学生们的一阵低语。坐在他旁边的同学小李悄声说道，他说的是以前这里是墓地的事吧？墓地？小陈皱眉，对啊，听说建校之前这里是片乱葬岗，后来开发时很多骨头都没来得及迁走，就直接盖了校舍。小李说的轻描淡写，但小陈却感到背后一阵凉意。那天晚上，小陈收拾完宿舍，决定出去走走，熟悉一下环境。他沿着校园的小路慢慢走着，路灯昏黄，投下的光线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影子。走到教学楼附近时，他忽然听到一阵低低的哭声。谁在那儿？小陈停下脚步，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哭声断断续续，像是从教学楼深处传来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决定上前看看。教学楼的门半掩着，他轻轻推开门，发出吱呀的响声，像是在抗议他的闯入。走廊里空无一人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，哭声似乎是从2楼传来的。他屏住呼吸，沿着楼梯慢慢往上走。当他走到2楼时，哭声突然停了。走廊尽头的窗户映出一片模糊的月光，他隐约看到一个人影站在窗边。小李，小陈试探着喊了一声，那人影一动不动。他鼓起勇气朝前走了几步，却发现窗边什么都没有。那一刻，他的心猛地一沉。窗外的月光下，只有自己的影子孤零零地映在地上。回到宿舍后，小陈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刚才的情景。那个人影究竟是什么？哭声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他试图用幻觉安慰自己，但内心的不安却挥之不去。半夜时分，他隐约听到宿舍走廊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人赤脚在地板上慢慢走动。他侧耳倾听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直到停在了他的房门前。门外一片寂静，小陈屏住呼吸，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心头。咚咚，2声轻轻的敲门声响起，小陈的呼吸瞬间停滞。他瞪大眼睛盯着门，手心冒出冷汗，脑中一片空白。就在他鼓起勇气想开口时，敲门声却突然消失了。第2天早晨，小陈忍不住向同宿舍的同学提起昨晚的事情，没想到对方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。你听到敲门声了？那你有没有开门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小陈愣住了。同学低声说道，千万别开门，不管你听到什么。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，这里的夜晚不是所有声音都该回应的。小陈愣住了，心头的不安越发浓烈。
他意识到，这所学校似乎远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危险，而那栋旧教学楼背后，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当晚，小陈的课程结束得很晚，他独自走在通往宿舍的路上，校园安静得有些过分，只有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相伴，路灯昏暗，投下的光线忽明忽暗，让他的影子显得扭曲而不真实。他加快了脚步，走过教学楼时，余光瞥见一间教室的门半掩着，里面似乎透出一丝微弱的光。他停下脚步，朝教室里看去，隐约听到低低的哭声，这声音让他浑身一震，心跳不由得加快。他犹豫片刻，决定走过去一探究竟。门口挂着一块破旧的牌子，上面写着2到3班，字迹已经模糊不清。小陈轻轻推开门，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，教室里一片昏暗，只有窗外的月光洒进来，映出一排排空荡荡的课桌椅。哭声似乎是从教室的角落传来的。小李，是你吗？小陈试探着问了一句，声音在空旷的教室里回荡。没有人回答，哭声却突然停止了。他顺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，发现角落里摆着一张破旧的课桌，桌面上刻满了歪歪扭扭的字迹和奇怪的符号，像是某种不明意义的图案。就在他伸手想要触碰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低语声，像是有人在他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。他猛地回头，教室里空无一人。可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，余光瞥见课桌上的符号似乎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活了过来。他惊出一身冷汗，急忙后退，撞翻了身后的椅子，发出巨大的响声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谁在那里？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。小陈回头一看，是同班的学长阿伟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手电筒，脸色苍白，看起来比小陈还要紧张。是我，小陈。小陈松了一口气，但很快又问道：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疯了吗？晚上不该来这里的。阿伟压低声音，神色焦急地拉着小陈往外走。这里不安全，特别是晚上。为什么？刚才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哭。小陈边走边回头看教室里一片死寂，刚才的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。别问太多。阿伟叹了口气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和恐惧。总之记住，晚上千万别接近这栋楼。还有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都别回头。小陈心中充满疑问，但阿伟的表情让他不敢再追问。他们一路沉默地走回宿舍。阿伟临走前还特意叮嘱了一句，如果半夜听到敲门声，千万别开门，也别回音。回到宿舍后，小陈一夜未眠，他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着教室里的低语声和桌面上的奇怪符号。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盯上了他，但又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发现自己似乎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。他的课本和笔记本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那些奇怪的符号，甚至连梦里都能听到低语声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隐约听到窗外传来轻轻的敲击声。他屏住呼吸，转头看向窗户，却发现窗帘后面似乎有一个模糊的影子。谁？他小声问了一句，影子却一动不动。他壮着胆子掀开窗帘，窗外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树枝在风中摇晃。但当他回头时，发现床头柜上的镜子里映出了一张陌生而扭曲的脸。他惊叫一声，猛地把镜子掀翻在地，镜子摔得粉碎。可就在镜子碎裂的那一瞬间，他听到一声尖锐的笑声从耳边划过，像是某种得逞的嘲弄。小陈的精神越来越紧绷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某种幻觉病。可是同班的几个学生也陆续向他提起一些奇怪的事情。有人说自己半夜听到宿舍走廊里有脚步声，却什么人都没看到。还有人说，在旧教学楼的窗户上曾看到一个穿着旧校服的女孩对着他笑。那个女孩是谁？小陈问。同学们沉默了一会儿，其中一个低声说道，听说她是几年前失踪的学姐，最后一次被看到就是在那间教室里。小陈的心猛地一沉，他开始意识到这所学校似乎隐藏着比传闻更为恐怖的秘密，而他似乎已经无意间被卷入了其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陈的生活仿佛逐渐被困住了。每一天
他都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仿佛有一双眼睛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他。白天，学校依然表面上看似一切正常，同学们按时上课，参加活动，校园依旧繁忙。然而，小陈已经开始越来越不安。夜晚的校园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，充满了压迫感。他注意到，每当夜晚来临，自己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焦虑，即使是最普通的走廊或楼梯，都让他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即便他努力告诉自己，这只是过度紧张带来的反应，理智却告诉他，校园里真的有些不对劲。一天夜里，小陈因故加班到很晚才离开图书馆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他的脑袋里充满了各种不安的想法。走廊依旧昏暗，灯光偶尔闪烁几下，像在提醒他这里并不如看起来那么安全。突然，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那声音没有节奏，也没有停歇，就像某个隐形的存在紧随其后。小陈心跳加速，不敢回头，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敢面对那背后可能的空无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，他几乎能感觉到那股凉意贴近自己的后背。小陈的心脏猛然一跳，决定加快脚步，奋力跑向宿舍。就在他转过一个急转弯时，脚步声戛然而止。那一瞬间，他感到一阵透骨的寒意，回头看了一眼，身后仍是空荡荡的走廊，空无一人。即使如此，他的心中依旧有种无法言喻的恐惧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盯着他看。第二天，某个同学告诉他，宿舍附近的走廊上曾有人看到奇怪的身影，听到过低沉的哭声。然而过了一会儿，这些现象却像被人抹去一样，没人能证明这些事情曾经发生过。小陈心中的不安愈发加重，但他也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只是陷入了精神的困境，开始无法区分虚实。几天后，课程结束后，小陈和几位同学一起去操场上散步。路过旧教学楼时，他看到了一个不明的光点从楼窗里透出来，光线一闪而过，像是某种无法捉摸的存在。小陈本能地停下了脚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他。你看到了吗？小陈小心翼翼地问旁边的同学。同学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别去管他，那楼是禁区。小陈听得心头一紧。禁区？对，几年前有个学生失踪过，那栋楼的楼道里经常有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低语。同学不以为意地说，不过没什么特别的。小陈的脚步不自觉地变得沉重了，他再也没敢靠近那栋楼，而这次经历让他开始更加警惕身边的一切。在学校里，小陈逐渐听说了更多关于旧教学楼的故事。一位曾在此任教过的老教师，退休时曾留下一段话，有些地方最好永远不要去碰触，你以为他们会放过你，但他们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人。这句话让小陈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，仿佛这位老教师所说的并不是空穴来风。于是他决定去查找更多关于旧教学楼的历史。他在学校的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些旧资料，上面记录着学校的早期建设情况。原本这片区域是一个古老的墓地，几百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大规模的葬礼场所。根据档案，学校的建设规划是在1940年代初期展开的，而那时土地上埋葬的遗体并未完全被迁走。小陈把这些资料一一翻阅，感觉有些不对劲。那些曾被遗弃的灵魂，是否还在这片土地上徘徊？在这些不安的思绪中，事情的异常开始愈加频繁地表现出来。小陈有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梦，梦中他回到了那间哭声教室。这次他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不是自己的同学，而是许多他不认识的学生，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痛苦与绝望。小陈走到其中一张桌子旁，看到桌面上写着你从未离开过几个字，那是他未曾见过的字体，像是死者留下的讯息。他猛地从梦中惊醒，满头大汗，心跳异常剧烈。窗外的月光照进了房间，静谧的夜晚似乎在嘲笑他的恐惧。几天后，学校发生了一件更为恐怖的事情，又有一名学生失踪了。根据目击者的说法，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夜晚进入了旧教学楼，而那一刻楼中的灯光还亮着。失踪的学生与那些曾经消失的同学一样，都与旧教学楼有关。
这件事彻底让小陈感到恐惧。有人传言，那栋楼里有一扇门，门后通向另一个世界，而进入的人往往会迷失在其中，成为永远的过客。这些传闻似乎并非空穴来风，小陈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某种不明的力量牵引，他的每一步都似乎在走向一个无法逃脱的深渊。他决定必须弄清楚这栋楼的真正秘密，否则不仅自己，甚至所有人都无法摆脱他的诅咒。小陈心中的不安终于达到了顶点，他已经无法忍受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，无法再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神秘失踪，无法忽视那些梦中的警告。此时他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一件事，揭开那栋旧教学楼的秘密。那天晚上气氛异常沉闷，风从树梢掠过，发出阵阵呜咽声，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仿佛都被阴影吞噬，连平常的蝉鸣声也变得悠远而压抑。小陈和几位敢于同行的朋友商量后，决定在深夜偷偷进入那栋旧教学楼，探个究竟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阿伟的语气中充满了犹豫与警告。你真的相信那些传闻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。小陈回应道，语气坚定，眼神里透着一种决心。他已经意识到，唯有亲自去面对一切，才能解开心中的疑团，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。几人悄悄集结在校门口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周围一片寂静，仿佛一切声音都被吞噬。旧教学楼依旧矗立在校园的最边缘，黑黝黝的窗户像眼睛一样盯着他们，门没有锁，但依旧紧闭，仿佛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几人推开那扇破旧的门，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，回荡在空旷的走廊里，仿佛在回应他们的到来。进入教学楼后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沉闷的霉味，楼道的墙壁已经开始脱落，满是裂缝和水渍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怪异的回响，像是某种东西在移动，但周围却空无一人。他们举起手电筒，光束穿透黑暗，照亮前方破败的课桌和椅子，墙上挂着发黄的照片，仿佛是早年教职工和学生的合影。看似平静的环境里，却隐藏着一种压迫感，每走一步，心跳就不自觉地加快。小陈感觉到一种冷气在自己背后蔓延，像是有双无形的手伸向他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去了，阿伟低声说道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恐慌。我们才刚进来，别这么快放弃。另一个同学小王鼓足勇气说着，他的手电筒光线开始颤抖。就在这时，楼道尽头突然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，缓慢而有节奏，像是某个老人在拖着沉重的步伐，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，仿佛有人正从楼道深处走来。是谁？小陈喊了一声，声音在黑暗中回响，没有回答。脚步声停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莫名的低语，那些声音近乎无形，却让人毛骨悚然，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，混杂在一起，难以辨别。突然，手电筒的光束照到了前方一个角落，那里站着一个人影，那人身穿破旧的校服，背对着他们，静静地站着。小陈的心跳几乎停滞，他一动不动地盯着那道身影。谁是你？小陈艰难地问。那人影缓缓转过身，露出一张苍白的面孔，眼睛空洞无神，嘴角挂着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。那张脸模糊不清，仿佛随时都可能消失。你们来了，那人低声说道，声音空洞而冰冷。这一刻，小陈感到一阵剧烈的寒意，仿佛有一股力量从地面传来，逐渐将他包围。他想要转身逃跑，但他的双腿如同灌了铅一样，动弹不得。我们该走了。阿伟的声音急促而颤抖，他几乎是拉着小陈的手往回走。然而不知为何，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止他们前进。每次他们想要转身，周围的空气就变得愈发沉重，仿佛有无数只手抓住他们，拉扯着他们回到那间教室。突然，一阵风从楼道深处吹来，带着浓重的腐朽气息，几人几乎被这股异样的风吹倒。周围的窗户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里面试图挣脱。走！小陈猛地喊道，他不再顾忌一切，拉着阿伟和其他同学拼命往门口跑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冲到楼道尽头时，
那个破旧的教室的门忽然自动关上了，他们急忙拍打门板，但门依旧紧闭。眼前的走廊变得扭曲起来，墙壁开始摇晃，地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声，整个楼层仿佛在沉默中被某种力量压迫。就在他们几乎要绝望的时候，突然一道强烈的白光从楼上闪过，小陈猛然抬头，看到楼顶的窗户上映出了一道熟悉的身影，那是他自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小陈顿时愣住，声音低沉而回荡，他的影像逐渐被那光芒吞噬，变得模糊不清。接着他听到了耳边传来一声低语：你们从未离开过。接着他眼前一片空白。当小陈再次睁开眼时，他发现自己躺在了校园的草地上，身边没有人，空气清新，天色已经亮了。他试着站起来，心中仍然充满疑惑和恐惧。我们真的回来了。然而当他低头看自己的鞋子时，他发现鞋底沾着一片土，土中掺杂着几根发黄的骨头。那一瞬间，他猛然意识到，他们似乎仍然被困在了那个旧教学楼中，而眼前的一切或许只是那扇门的另一面。小陈站在那里，盯着脚下的泥土，心中涌现出无数的疑问。眼前的一切似乎是一场无法逃脱的噩梦，他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否真的回到了现实，还是依旧被困在那个旧教学楼的死循环中。当他低头看见自己鞋底上的骨头时，一股寒气迅速蔓延至全身，骨头看起来古老且干枯，像是被埋藏了多年。小陈愣住了，突然觉得脚下的土地似乎不再稳固，仿佛有无数双无形的手从地底伸出，想要拉他进入那黑暗的深渊。他迅速蹲下，试图擦掉鞋底的泥土，然而泥土中却仿佛藏着某种可怕的力量，让他手指一触即痛。那一瞬间，他从脚底传来的剧痛让他不由自主地倒抽一口冷气。我还在做梦吗？他喃喃自语，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平复内心的恐惧。周围的景象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，校园的草地与远处的教学楼像是某种失真的画面，扭曲不已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被某种力量引导着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步伐沉重，每一步都像是跨越了某种未知的障碍。就在他准备回头寻找同伴时，耳边再次传来那低沉的低语声，声音越来越清晰，仿佛就在他的耳旁。你们永远无法离开。小陈猛地回头，这一次他终于看见了那个熟悉的面孔，那个在旧教学楼里看到过的身影，穿着破旧的校服，依旧是那张苍白的面容，空洞的眼睛，嘴角挂着一丝讥笑。小陈那声音从他身后传来，冷得让人发抖。你已经迷失了，不论你走到哪里，都无法逃脱。小陈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，他转身想要逃跑，但脚步已经不受控制，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牢牢束缚住。他想呼喊，但喉咙却像被压住一样，说不出话来。那个身影慢慢走近，脚步声轻轻而有节奏，每一步都如同钉入心头的重锤，令人无法承受。你以为你能逃脱吗？每一代人都试图逃离，但我们会让你们永远留在这里。那人影低声说道，语气中充满了冷漠与戏谑。小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与恐惧，他挣扎着试图跑开，但似乎每一次转身都会回到原点。他猛然停下，回头看去，发现那人影已经不见了，代替他的是一扇古老的门，门上刻满了奇怪的符号，散发着微弱的红色光芒。那扇门仿佛在引诱他，诱使他走向深渊。小陈耳边再次传来那个声音，这一次他不再是从远处传来，而是直接在他耳旁响起。小陈的耳膜几乎被震得生疼，回头望去，他惊讶地发现那个破旧的教室出现在了眼前。就在那扇门后，那门看似平静，却散发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，仿佛它是唯一的出口，唯一通向解脱的路径。小陈，你为什么不来？那人影再次出现在门前，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。你已经走不出这个地方了。小陈的内心愈加混乱，无论他怎么逃跑，总是回到那个地方，心中的恐惧越来越强烈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，他不再是偶然踏入这片禁忌之地，而是被他牢牢困住的灵魂。
像无数个前赴后继的学生一样，终将成为这座校园的一部分，成为这片土地上永远的过客。他终于明白，这栋旧教学楼不是一座普通的教学楼，它是一个吞噬灵魂的恶灵牢笼。每个踏入其中的人，都会在某一时刻成为它的一部分，永远无法逃脱。面对眼前的门，小陈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。他开始拼命地想要呼喊，希望能够叫醒自己，呼叫同学们，但这一切都显得徒劳无功。他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，却找不到出口。突然，他记起了阿伟曾说过的话，如果半夜听到敲门声，千万别开门，也别回应。这句话像是一道警钟在他脑海中响起，但此刻一切似乎已经晚了。他意识到自己或许早已走错了道路，所有的线索，所有的警告，所有的梦境，似乎都在指向一个真相：他永远无法逃出这个循环，无法逃出这个鬼影重重的校园。在无尽的恐惧与绝望中，小陈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他走向那扇古老的门，推开它，步入其中。随着门的开启，一股寒风扑面而来，带着腐朽的气息和窒息的黑暗。那一刻，他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寂静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停止运转。随着门完全打开，眼前的世界开始崩塌。校园、教学楼，所有的一切都像是纸张一样被撕碎，化作一片空白。小陈的身体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扯着，进入了那片无边的黑暗。当一切安静下来，小陈再次睁开眼时，他发现自己正站在校园的入口，周围的一切都如常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。他低头看见自己的鞋底上仍然带着那片泥土和骨头，他轻轻抬头，看到身边的同学们一如往常地走过。忽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你终于回来了。”那人影出现在他背后，依旧是那张苍白的面孔，空洞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情感。小陈猛然转身，眼前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。他意识到这一切根本没有结束，而是从未开始。小陈愣愣地站在校园的入口处，周围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，又那么陌生。阳光依旧明媚，天空湛蓝，鸟儿在枝头欢歌，但他感到一阵无法言喻的空虚，仿佛一切只是幻象。眼前的世界在不断旋转，渐渐模糊成一团无形的迷雾。当那道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时，他猛然回头，才意识到自己并非独自一人。那个人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依旧是那张苍白的面容，空洞的眼神直视着他。小陈的心跳加速，他试图闭上眼睛，希望这一切能变得不真实，但无论他怎么努力，眼前的一切依旧不曾改变。那人影的微笑中带着一丝无法言喻的恶意，仿佛知道他所有的恐惧与绝望。他轻轻开口，声音如同冰冷的风从地底传来：“你以为你逃出来了，但你从未离开过，你就是我们的一部分。”那人影的声音变得愈加深沉，每一个进入这个校园的人都无法逃脱他的掌控。小陈的脑海一片空白，他想要逃跑，但每一条通往出口的道路似乎都变得无比遥远。无论他如何奔跑，始终绕回到原点，就像是被困在一个无法逃脱的迷宫。四面八方都充满了看不见的墙壁和阻碍。你们所有人都在这里。那人影的声音逐渐变得嘶哑，仿佛是从无尽的深渊中传来。每一个曾经来过这里的人都会成为这个地方的一部分。你们的灵魂已经被吞噬，永远无法离开。小陈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，他感到一阵窒息的恐惧扑面而来，犹如无形的手紧紧掐住了他的脖颈。他拼命呼吸，但每一口气都像是在吸入浓烈的毒气，胸口越来越沉重。尽管周围的一切看似平静，却隐藏着无法言喻的危险。他开始逐渐意识到，自己不仅仅是在一栋旧教学楼中迷失，而是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徘徊。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恶灵的气息，每一条路径都被那些无法逃脱的灵魂所缠绕。他所经历的一切，恐怖的梦境，失踪的同学，无法解释的现象，这一切都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。小陈，醒醒！那人影又一次开口，这次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冷笑：你以为自己能挣脱命运的束缚吗？你就像那些早已消失的学生一样，
注定成为这座校园的守夜人。突然，小陈的眼前一片黑暗，所有的景象、声音、气息都瞬间消失，那种仿佛被撕裂的感觉瞬间吞噬了他，让他失去了所有的感知。接着，一股极度的冰冷涌上心头，像是被丢进了深不见底的冰窖，四周一片死寂，连自己的呼吸都无法听见。在深渊的尽头，小陈感到自己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，他想挣脱，却始终无法动弹。突然，他的视线变得模糊，眼前的黑暗似乎变得有了形状，慢慢扭曲成一幅画面。那是一间熟悉的教室，里面坐着许多看似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面孔，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空洞的，脸上无一例外地带着绝望的神情。他试图开口呼喊，但嗓子里发不出声音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困于这个地方的人。你明白了吗？那个声音再次出现，带着明显的嘲弄。你不过是这些无数灵魂中的一员，注定与我们一起沉沦。小陈终于理解，自己一直以来都误以为他能从这个校园逃脱，误以为他能够找到真相，但他一直未曾意识到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这座校园的一部分，是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恶灵之一。无论他如何挣扎，最终都会成为永远的过客，被困在这里，无法逃脱。那道声音带着冰冷的语气继续说道，你以为一切都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，但你错了，你无法逃离的不是这栋楼，不是这片校园，而是你自己，你自己的宿命。小陈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，他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，随着那股无形的力量再次将他拉入黑暗，他感到自己仿佛被吸入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漩涡，身不由己地被带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。他意识到，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怀有希望的年轻人，而是这座校园中无数灵魂的共同载体。他的存在，他的恐惧，他的无助，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组成部分。每当有人踏入这座校园时，他的灵魂都会被重新唤醒，陷入这座校园的深渊，再一次开始这场永无止境的恐怖循环。他无法挣脱，因为他早已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他注定要在这片校园中徘徊，迷失，永远无法解脱。而那个白影，那张苍白的面容，永远在他背后，等待着他每一次的觉醒。当小陈再次睁开眼时，身边依然是那片熟悉的校园，依然是那座旧教学楼，依然是那扇让他无法逃脱的门。他的脚下依旧是那片腐烂的泥土，脚底依旧沾着那些曾经存在过的骨头。他望向远处的教学楼，忽然意识到自己又一次回到了原点，而这一次，他明白自己永远无法离开这里。你醒了，那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，低沉而冰冷，你再也无法逃脱。小陈的目光中带着绝望，但他知道这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开始。这座校园，这片土地，将永远吞噬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，直到永远。